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来介绍一下木语言以及小白呢该如何学习木语言。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木语言诞生。木语言啊，它其实就是一种开发语言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 Facebook 呢做了一个数字货币项目，这个 Libra， 它呢是一个稳定币，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像政府呢对于这种大公司做稳定币他们是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呢最终它只能被迫转型，转成了这个 DAM， 但是呢最后也无疾而终了。不过呢，这个团队当时在研究其他智能合约语言的时候呢，发现并没有一种语言具备了稀缺性、确定性和可验证性的特点，所以他们就开发了木语言。然后呢，在如今这个木语言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项目就是 Aptos 和 Sui。那么这个木语言呢究竟可以做什么呢？简单的说 Solidity 可以做的木语言都能做。而且木语言对于开发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在你无感知的情况下就写出安全性很强的代码。那么我们开发者就可以将更多的心思专注在自己的业务逻辑上，可以提升开发速度，并且将更多的心思呢花在了用户体验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木语言的优势它体现了2点，也是可以说是它的特性，就是面向资源编程和面向泛性编程。Solidity 之前是怎么做的呀？我们简单说一下 Solidity 呢，其实跟大多数的语言一样，它将这个 token 做成了一种数值处理，也就是说将 token 的转移过程是通过加减法来操作的。比如说我张三要给李四10块钱，那么就先给我张三的余额减10，再给李四的余额加10。Solidity 当中呢，资产是可以被加减的数字，那么对你的代码要求就非常的严格。比如在进行加减法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张三给李四钱的时候呢，我张三减10，但是李四想加20，或者说我张三不扣钱，李四加10块钱，这种问题怎么处理呢？它需要很多的代码逻辑来在若干个钱包当中呢进行加减操作，这样的话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嘛。究其原因是什么呀？是资产在 Solidity 当中没有被特殊的定义，它看重跟我们的年龄、电话是一样的，它是可以被修改的。但是其实资产呢本身就是应该独一无二的。木语言呢就是将资产做成了一种特殊的数据结构，它呢不能被复制，不能被丢弃或者重用，但是呢却可以安全的存储和转移。也就是说木语言在张三给李四钱的时候呢，并不是通过资产的加减法，而是从张三的钱包当中拿出了10块钱的纸币，递给了李四的钱包。这样的话，10块钱它在转移的过程当中不可能变成20，也不可能凭空消失，也就是木语言它安全性的体现。所以说有人说从 Script 到 Solidity 是合约表达能力的变革，但是从 Solidity 到木呢是合约安全能力的变革。那么小白学习木语言的困难点在哪儿呢？首先木语言的生态还比较小，就是你学习它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在网络当中快速的找到非常合理的解决方案。第二，编程思维的建立。我指的这个编程思维是针对那些没有过任何开发经验，并且没有学习任何编程语言的人因为我们人习惯性的是先思考再执行，但是程序可不一样，它没有思考的过程，它只会去执行。所以我们要将自己的业务逻辑梳理得非常的清晰，并且将所有的可能性一一的在程序中所表达，它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输出结果。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最开始学习编程的时候，输出结果跟我们的预期往往相差很大。第三，刚上手的时候不要给自己建立一个太大的目标，因为我们学习编程都是由浅入深的。如果最开始你给自己的业务逻辑设计的特别复杂的话，那么你在学习基础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你不知道如何将这些基础转化成复杂的业务逻辑。我们最开始应该写一些比较简单的程序，哪怕是跟着我们 Aptos 1等的课程写一些累加，不断的给自己信心，那么来帮着我们继续学下去。
Aptos Eden 团队啊，根据这个木语言的基础教学系列做了一个学习路线图。首先呢，这个基础语法基本概念、环境的安装和使用啊，这就是我们最开始要做的准备工作。那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一些数据类型啊，学习条件语句，学习循环语句。在这3个学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写一些简单的程序了。那么之后呢，再学习函数。当函数学习完之后，我们的这些简单的程序就可以不断的被复用啊。我们也可以再写一些稍微复杂的业务场景。这个是学习地址啊。我们现在呢有初级教程和中级教程，都是配合着文档和视频。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 Aptos Eden 来学习木语言。